英国军官发表惊人言论，表示英国武装部队正在做好准备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，并准备时刻反击俄方的任何攻势。为什么在乌俄战争中，英国表现得比其他北约国家更为反俄？英国有可能会向俄罗斯宣战吗？2022年8月24号，据英国《每日镜报》报道，英国陆军准尉保罗·卡尼宣称，英国武装部队正在做好准备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。与此同时，英国陆军参谋长帕特里克·桑德斯也在伦敦皇家三军研究所的陆地战争会议上表态，英国要动员部队，做好与北约盟友一道战斗并击败俄罗斯的准备。其实，这二人的言论只是英国军政上下的一个缩影。目前，英国是最反俄的国家，没有之一，甚至比乌克兰还要激进。反俄反到什么程度呢？英国刚宣布的新一轮制裁对象甚至包括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玛利亚·里沃瓦别洛娃。理由是其强迫转移和收养乌克兰儿童，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领袖基里尔。理由是其因为支持和认可乌克兰战争。英国外交大臣特鲁斯则是个坚定的反普人士，甚至英国即将卸任的首相鲍里斯而将俄罗斯普大帝比作希特勒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火力军认为，英国和俄罗斯至今没断交，也算是个奇迹了。那么前面两位英国军官的表态，是否意味着英国真的要对俄宣战了？火力军倒认为未必，毕竟如果大英真的脑子一根弦，就不会被叫做搅屎棍了。动员出兵的言论，更多的恐怕只是二人作为强硬派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的表现。毕竟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俄军的表现拉胯到根本就不用北约亲自下场，英国和北约国家送点武器就够了，仅凭乌军自身就已经足够顶住俄军的攻势。英国又何必撸起袖子派兵上战场呢？而如果乌克兰兵力不足怎么办？那就帮他训练部队呗。英国国防部就在7月10号表示，英国已经开始在国内帮助乌克兰培训新兵，首批多达1万名经验不足的乌克兰新兵已经抵达英国，未来几个月将在英国接受训练。培训内容除了警戒保卫以及在城镇中进行建筑物清剿外，还有射击和城市战争技能等培训。北约国家要钱给钱，要枪给枪，乌克兰出人出力保卫祖国，俄罗斯则在围堵制裁中渐渐国力不支，多么和谐欢乐的景象！英国何必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呢？虽然火力军笃定英国不会出兵，但为何在俄乌战争中，英国表现得比其他北约国家更为反俄？原因很简单，英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对手，特别是能源上，英国有北海油田，所以对俄罗斯依赖不多，并且英国因为地理条件远离欧洲大陆，为了能在欧洲保持影响力，就必须借助欧洲一国去对付欧洲的强国，通过援一方踩一方来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。例如历史上法国拿破仑横扫欧洲，英国就串联欧洲反法势力去搞垮法国。俄国强大到成了欧洲宪兵的时候，英国就怂恿土耳其、法国等国揍崩了俄国。待德国强大了，英国又拉拢法国等国在一战中打惨德国。德国不服气，卧薪尝胆再次挑事儿，才导致了更为惨烈的二战。原本在90年代，法德和解后又不断和俄国加强经贸和政治合作，自此成了欧洲的经济发动机和政治的领袖。英国因自身实力不够，只能被边缘化，政治上插不上什么话，经济上又成了冤大头，因此导致了后面的英国脱欧。但大英岂能甘心？所以经常支持北约中的二流国家，例如波兰去和德法闹，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德法在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。此次乌俄战争对英国而言就是天赐良机，德法即使国内能源价格暴涨，也只能断绝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。英国作为北约的一份子，一定要起到带头反俄的作用，不然北约内部就缺少压制德法与俄罗斯暗通往来的力量。而对于目前的形势而言，火力军认为，虽然乌俄在战场上还未分出胜负，但俄罗斯在场外已经失败。
因为俄罗斯的未来已经没有了。俄罗斯的 GDP 里面大部分是能源出口，小部分是军火加外国资本的投资，而且主要是欧资和美资。现在欧美资本已经撤离了，而俄军拉胯的表现导致俄式军火未来肯定也是卖不出去了。能源方面失去了欧盟这个大客户，俄罗斯只能把能源卖向中国和印度。中国吃不下欧盟留下的份额空缺，至于印度嘛，和印度人打过交道的都知道，和印度人做生意，你多赚他1毛钱他都难受，肯定会趁机疯狂压俄罗斯的价。军火没人买，外资又撤离，再加上能源出口萎缩，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几乎全部被堵死。随着拉胯的军事实力被暴露，其海外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缩减。所以从战略上而言，俄罗斯是彻底失败了。至于战场上，乌克兰现在打得很聪明，主力部队能打的就打，打不了就撤，利用北约远程武器不断打击俄罗斯的补给和后方基地。比如前几天克里米亚被端掉的空军基地，俄军由于后方补给屡次被袭击，导致无法推进太远，否则战线拉得越长越不利。但是战线如果不动，后勤就会天天被袭击，可谓是进退两难。俄军现在已经陷入战争泥潭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站着不动又挨打，迟早有一天受不了。北约现在也不着急，你推得凶，我就多给点武器；你推得慢，我就少给点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，俄罗斯将因为无法承受慢性死亡的煎熬而失败。失败后的俄罗斯将失去一流国家的国力，未来大概率沦为一个大号资源出口国。东欧、中东、中亚的影响力将被北约、土耳其和美国瓜分。至于俄罗斯失败之后是倒向东亚还是欧洲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这是俄罗斯内部的斗争问题。回顾过去的20年，俄罗斯国力的巅峰是2013年，经济规模达到了2.3万亿，甚至比一些欧盟国家都要高。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被制裁后，经济衰落到2020年的1.5万亿。现在俄罗斯和欧洲彻底撕破脸，未来经济还将继续雪崩。经济崩溃后，其势力范围将极大收缩。近100-200年来，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，白俄罗斯、南斯拉夫、中亚5国、蒙古国、朝鲜历来也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。芬兰、立陶宛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格鲁吉亚、亚美尼亚、阿塞拜疆属于边缘国家。俄罗斯一旦强了，要么把他们吞并，要么成为势力范围，因此这些国家一直都提防着俄罗斯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开始喊的是给乌克兰去军事化，审判乌克兰的责任人，这给火力军都看懵了。一个主权国家给另一个主权国家去军事化，一个主权国家审判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，这太荒唐了。但对于普大帝而言，这些话其实是站在势力范围的立场上讲的。普大帝觉得自己是乌克兰的好大哥，有权利修理下自己的小兄弟，但是这些话不该放在国际社会上明着说。开战头2天，美国宣布不参与，英法德也都不积极，合着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打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，别国不好插手。但是以俄罗斯的实力地位打乌克兰，结果俄军的表现却这么拉胯，纸老虎在全世界面前露了馅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原来亲俄的国家纷纷转向美国，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迅速向美国靠拢，蒙古国也已经是美国的势力范围，阿塞拜疆则投到土耳其门下。俄罗斯日后将面临国内经济恶化，国外四面楚歌的境地，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是英法美，正是普大帝自己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认为乌俄战争中英国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